第三赛季真的要来了，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进入红海，和北约护航编队正面相对，包括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战斗群。以色列再购买了50架 F-15I， 中东难道要成为第三战的导火索？俄罗斯机场大爆炸，60多架俄战机被摧毁，德法美3国领导人被曝进行秘密会谈。今天大事太多了，我们一件一件来聊。乌克兰局势还没有稳定，普京就又想搞大新闻。2月27号，有传言称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即将前往红海。2月28号，俄里特利亚外交部发表声明，称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号抵达该国港口马萨瓦，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举动。我们都知道，红海就这么大，最宽的距离不过400多公里。而现在北约进行的繁荣卫士护航行动也正在进行，北约10几个国家的军舰，包括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和俄罗斯太平洋舰队隔海相望，双方均已进入了彼此反舰导弹的射程之内，稍微有个擦枪走火，那么第3次世界大战恐怕就要正式打响了。根据已经公开的资料，目前繁荣卫士护航行动共有来自北约国家11艘舰船，包括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，以及5艘阿里伯克级驱逐舰，2艘英国皇家海军的大胆级驱逐舰和公爵级护卫舰，以及来自法国、西班牙、丹麦和意大利的各类军舰。而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这边名单尚未公开，目前已知的是太平洋舰队的旗舰11490吨的光荣级导弹巡洋舰瓦格良号，以及7000吨的无畏级驱逐舰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号已经出现在了红海海域。瓦格良号于1989年服役，作为一艘老式的巡洋舰，瓦格良号呢没有垂发装置，其舰身上那些显眼的大粗管子是16个火山反舰导弹发射器。大家可能对这个导弹不太熟悉啊，它其实就是玄武岩反舰导弹的改进型。由于体型增大，其射程和速度都有明显增加，巡航速度为 2.5 马赫，最高可到3马赫，最远射程为700公里，甚至能装备核弹头。此外呢，瓦格良号上的甲板上还有一些形似甜甜圈的装置，它们呢其实是防空导弹发射器。由于没有垂发，俄罗斯海军只能像装填左轮子弹一样，把防空导弹组成一个圈，然后就码在甲板上。当它们转动时，就像追逐着太阳的向日葵，十分的喜感。大兵说了这么多啊，相信一些观众会觉得俄海军火力太强了，2艘船就敢和北约叫板，不愧是世界第2海军。美国的航空母舰看到瓦格良号上硬邦邦的导弹发射管，就应该落荒而逃了吧？但是把所有武器都亮出来，不仅显得十分臃肿，而且也彰显不了多少威慑力。不仅如此，这样的设计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：光荣级巡洋舰俄罗斯一共是造了3艘，与太平洋舰队、北海舰队、黑海舰队各1艘，而瓦格良号的姊妹舰莫斯科号正是黑海舰队的旗舰。不过现在呢，它已经晋升为俄水下舰队的旗舰了。关于莫斯科号是怎么沉没的，说法有很多，但都离不开它甲板上的火山导弹发射管。虽然采用了钛合金外壳，可以免疫轻型武器的攻击，但面对战斗部动辄500公斤以上的反舰导弹，别说钛合金了，震金都不一定扛得住。而一旦发射管外壳扛不住，2吨重的火山反舰导弹就会产生讯爆，让光荣级直接光荣了。莫斯科号就是这样死在了自己的导弹上。所以大兵认为啊，俄罗斯海军的这次行动更多的还是为了表明一种态度，至于和北约动手，俄罗斯应该是没有这个胆量。不说他们处于数量劣势，光是艾森豪威尔号上的舰载机恐怕都应付不过来。要知道，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上不仅有用于直接攻击的 FA-18 超级大黄蜂，还有用于超视距打击和指挥的 E-2D 鹰眼空中预警机，以及用于电子战的 EA-18G。而众所周知，俄罗斯的航电系统相比于美军一直是相对落后的，一旦开战，2艘俄舰的雷达将会瞬间遭到北约舰队的压制，后续呢也就不用我多说了。但是北约能打过，不代表北约会打。要知道，美军是借护航的名义在红海这块驻扎的，包括其他繁荣卫士行动的成员也是。而这次俄罗斯舰队是借着庆祝和俄里特利亚建交30周年而来到红海的。虽然2个势力的关系不能说是情同手足，也算是剑拔弩张了。
但在红海这一块，两者确实是没有产生冲突的理由。毕竟俄罗斯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俄乌战场，就算想插手中东，起码也要等俄乌战场稳定了再说。所以大兵推测，这次俄海军来红海真正的目的呢，是为其盟友伊朗以及伊朗的小弟们，比如也门的胡塞武装壮胆的。至于他们吃不吃这一套，那就不好说了。大家可以把你们的猜测发表在评论区。不过现在的以色列确实感到了一些威胁。前一段时间刚从美国购买了一批 F-35， 今天又爆出要一次性订购50架 F-15IA。4月2号，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，也就是 CNN 的报道，美国总统拜登通知国会，要求他们批准一项军售合同，合同涉及一次性向以色列出售50架 F-15， 价值高达180亿。其中呢，25架是美国新造的，剩下一半是对以色列现有的 F-15进行改装升级，整个过程大概要持续5年。可以看出，最近一段时间，以色列的国防压力变得越来越大。除了哈马斯和胡塞武装，伊朗扶持了更多武装势力，对以色列境内展开袭扰，各种火箭弹、迫击炮是层出不穷。就算以军拥有完善的防空系统，也经不起这样的消耗。而基于 F-15EX 和 F-15IA 拥有更强的对地攻击能力，面对普遍缺乏防空火力的武装分子时，以空军能够在低风险的战场环境中最大限度地发挥 F-15IA 的优势。但是这批战机呢，并不能在短时间内交付。根据以色列媒体的说法，最早的一批 F-15可能也要等到2028年才能交付了。但现在以军在多个方向遭遇多派别武装分子的袭击。仅在4月3号 ，IDF 在加沙城东部的土法、加沙城以西的谢赫黎林、汉尤尼斯的阿马尔均遭到了迫击炮和火箭弹攻击。在一天之内，以色列境内的9个地点遭到了包括无人机、火箭和迫击炮的攻击。显然，如此多的武装组织不约而同地对以展开攻击，并不是一场巧合，而是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。至于这些到底是开始还是结束，我们还需要一些时间观察。4月4号当晚，乌克兰对俄军境内的3个空军基地同时展开无人机袭击，其中动静最大的是罗斯托夫地区的莫罗佐夫斯克空军基地。该基地距离俄乌前线300公里。根据卫星图片和资料显示，这里停放着36架苏34和4架苏24。有视频显示，在当晚的袭击中，机场方向传来了剧烈的爆炸火光，共有60多次，尚不清楚俄军的伤亡。有消息称，所谓的爆炸呢，不是俄罗斯空天军的爆炸，而是乌克兰无人机被机场的防空系统击毁，从而产生的爆炸。在昨晚的袭击中，俄罗斯空天军毫发无伤。不过大兵个人呢，对此观点表示怀疑啊。首先，既然产生了60多次的爆炸，就证明乌军使用的无人机不在少数，而数量如此之多的无人机，不太可能是从乌克兰境内出发的，横跨300公里来炸机场的。自3月份以来，俄军呢为了保护能源设施，就把大量的防空设备调往了边境。数量如此之多的无人机想飞越300公里轰炸机场，损失不会太小。而现在的乌克兰还没有能力制造这么多的远程无人机，所以说这些无人机十有八九是在俄边境打游击的亲乌武装势力。例如大兵之前介绍过的俄罗斯自由军团，使用小型4轴无人机，采用蜂群战术，在俄罗斯境内对莫罗佐夫斯克空军基地展开突袭的。而小型无人机就算被防空系统击毁，也不会产生如此大的火光。多个视频显示，机场爆炸的火光在1公里之外依旧清晰可见。这可不是小型自杀式无人机的样子，反而更像是长23.34米、宽14.70米的不明物体发生爆炸。当然，俄罗斯的防空系统不可能一点作用都没有，这40架战斗机不太可能被乌军一锅端了。至于60多次爆炸，可能是机身上挂载的武器产生的讯爆。从这件事呢，就能看出，即便俄乌战争已经打了2年了，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和后勤管理系统依旧是一团稀泥，就是不知道这次是防空人员伏特加喝多了，还是机场安保人员喝多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俄军现在表现拉胯，也架不住人多呀。之前大兵提过的西夫亚尔战役已经开始打响了，俄军在1天之内向西推进了650米，占领了该镇的一部分区域。有消息称，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该镇，不过大兵尚未找到视频证据。而在4月4号，俄军同时在库皮扬斯克、阿夫迪夫卡以西、巴赫穆特东北部的伊万尼夫斯克、
顿涅斯克的西部和西南部均取得了一些进展。有视频表明，乌军的战斗力开始表现得参差不齐，有些阵地的乌军在面对俄装甲突击时，竟然表现得手足无措，白白地把阵地让给了俄军。这主要是因为由于长期没有兵源补充，乌军在多个战线上人员都面临极度匮乏问题，这可能导致乌军部队没有时间精力足够的训练。这其实非常正常，因为乌克兰和俄罗斯在体量上就存在巨大的差距，我们不可能指望乌克兰全民皆兵，搞大动员去和俄军对抗，那是因噎废食。但是呢，人员不足是客观情况，而这个问题呢，仅靠着乌克兰自己很难在短时间内解决。作为乌克兰的盟友，北约是必须有所表现。华尔街日报在4月3号披露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月同时和美国总统拜登、德国总理舒尔茨举行了秘密会谈。马克龙呢，想借此机会说服其他两人对于俄乌战争的态度。马克龙认为，西方国家应该对俄罗斯采取战略不确定性的立场，让包括军事选择在内的所有选项都摆在台面上。而根据《华尔街日报》的形容，拜登依旧坚持避免采取可能激怒俄罗斯而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。德国总理舒尔茨呢，也持有相同的态度。我们都知道，在3月中旬，马克龙宣布可能对俄采取军事手段。俄情报机关证明，法国正在组建特遣队，准备进入乌克兰。感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去看大兵的这期视频。至于这次会议的时间是在马克龙宣布援乌之前还是之后，我们就无法得知了。但现在可以看出，法国依旧成为了对乌态度最积极的国家。至于法国下一步是否会采取实际行动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对此，各位有什么看法？欢迎发表在评论区。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我是大兵，我们下期再见。